大家好，德国经济研究所8月29日给出了更令人沮丧的预测。2023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5%，比之前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还要低。有不少人说，德国成了欧洲病夫。研究人员强调，由于德国高比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德国经济在与乌克兰战争和与中国关系紧张等地缘经济冲击下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与此同时，德国国内需求正受到高通胀的影响，私人消费正在成为经济的衬轴。但我认为，德国经济的困境完全是本届德国政府的弱智造成的。这是30年来本人经历过的德国治理能力最低、最意识形态的草包政府。不过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德国的内政及外交都不独立，而联邦国防军其实没有半点军事能力。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当初绿党还在野的时候，极力抹黑德国军队，甚至威胁要解散德国军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绿党曾经与当年的施洛德所在的社民党联合执政，对兵役做了大幅的改革，取消了义务兵役，缩短服役时间，同时军费开支也被缩减或增加缓慢，所以导致了德国军队纪律散漫，毫无战斗力。俄乌冲突开始后，这届意识形态治国的德国政府立即全身心投入到所谓制裁俄罗斯能源使命中，妖魔化俄罗斯的一切，凡是俄罗斯能源，德国最好统统不要，同时又没有任何能源替代。最后花4到5倍的价格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这是导致德国能源飙涨及通胀失控的最主要原因。同样脑残的是，德国绿党籍的身居要位的360度外长及擅长于写儿童书籍的经济部长，专门与中国作对，政策上极度敌视中国，信誓旦旦要与中国脱钩，后来口气才慢慢软了下来，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大大受损。外向型的德国经济当然受到冲击，出口中国的比例大幅下降。最后是德国汽车工业错过了电动汽车的发展，导致德国汽车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人调侃说，德国电动汽车在中国沦落成了杂牌车。德国经济衰落速度之快，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德国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处于衰退的国家。即使如此，德国媒体还是歇斯底里的不断报道中国出现什么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从不同的德国主流媒体可以看出，他们坚信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虽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将增长5.2%，而德国经济研究所自己预测德国经济将萎缩0.5%。难道贬低别人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这还是培养过很多哲学家的德国吗？ OK， 只要德国媒体高兴，德国人自己吃精神鸦片自爽，这样挺好。但现实是残酷的，德国企业出走，本国投资不足，有目共睹，整个德国社会被悲观气氛所笼罩。可是我发现，西方选举制国家整体都是负面情绪较高，整个社会缺少阳光气氛。今天，德国主流媒体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本期节目主要是想与各位分享这个结果。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是怎么报道的。阿伦斯巴赫民调，德国人预期德国经济崩溃。一项调查显示，半数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前景表示怀疑。对许多人来说，悲观的原因在于德国交通灯政府的政策。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德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有所下降。根据基民盟及社盟委托阿伦斯巴赫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半数德国人认为德国在10到15年内将不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约有1/3的人仍然坚信德国的领先地位。这意味着与上一年的数据几乎发生了逆转。在2022年，有30%的人认为德国在未来几年内将不再是领先的经济国家，而仍有48%的人则认为德国仍将保持领先地位。在企业高管中，58%的人认为德国已经过了鼎盛时期，近3/4的人还认为高能源成本将导致去工业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68%的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工业已被削弱，
同样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在本周三，联邦内阁批准了一揽子措施，以提振疲软的经济。肖尔茨总理曾多次警告，不要把德国说成是陷入危机，但是只有41%的受访者仍然认为德国是一个非常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而2022年这一比例高达71%，下降幅度相当大。去年只有15%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怀疑，而现在这一比例高达50%。德国之事说明，就是说现在50%的受访者认为德国不是一个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大多数人指红绿灯联盟要为此负责。德国之士点评，可惜德国人还没有看到本质。德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不自主，随美国一步一趋，国家领导层为美国利益服务，而不管德国前途。国家自主不仅包括领土完整、军事独立，还包括外交及内政是否可以自己做主。另外，网络平台及媒体的自主性同样非常重要。现实是，恐怕除了中国及俄罗斯某些领域，全世界都是美国的数字殖民地。这也是美国即使工业衰落，仍然能呼风唤雨的原因。没有自主性，像德国减少什么官僚主义呀、数字化等等都是次要的，一切都然并卵。根据反对党议会小组委托进行的调查，对经济丧失信心显然与红绿灯政府有关。根据阿伦斯巴赫的调查，76%的受访者怀疑红绿灯政府能否推动国家向前发展，55%的人甚至表示政府的政策还会削弱德国的经济地位，只有10%的人认为这些政策会加强德国的经济地位，对各个政党的信任度也相应较低。只有7%的人相信社民党和自民党能够加强德国的经济地位，只有5%的人相信绿党，8%的人相信选择党，和27%的人相信基民盟及社盟，他们能够加强德国的经济地位。对于此项民调，读者们怎么看呢？这家媒体原本读者评论不算很多，但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有1000多条评论了，可以说人气爆棚。好，我们按关注度来翻译。第一条评论，马克龙告诉我们，德国终止核能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能源成本是法国和美国的6倍，没有一家工业企业会如此愚蠢地留在德国，它将悄然发生。再过几年，我们就会看着工业比例嚎啕大哭，什么对策都没有，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因为我们有糟糕的政客。德国之士点评，但这些糟糕的政客不正是你们选民用选票选出来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俗话说，自己约的炮含泪都得打完。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很自豪自己手里的选票吗？下一条评论，如果说德国人最擅长什么，那就是抓住媒体散布的悲观情绪不放，并将其扩大化。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经济专家一致认为，交通灯本身并不是造成当前经济疲软的原因，它肯定没有使情况好转，但原因更深层次。抱怨是德国人的方式，如果形势好，德国人就会认为情况很快就会恶化；如果形势不好，他就会认为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调查中，他认为自己的状况比当前的要好，而且不会变得更糟。好像他可以把自己从总体形势中剥离出来似的。我们是少见的忧郁的民族。下一条评论，这种悲观情绪究竟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我们有最好的政府，有任何人求之不得的最好的经济部长。德国之士说明，我觉得这位读者他是在反讽。下一条评论，荒谬的是，经济发展对于大部分公众甚至对媒体都无足轻重，尽管这涉及到许多工作位置以及富裕繁荣。女足世界杯上的热吻，与喇嘛僧侣一起上瑜伽课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更换 logo 的报道要突出得多。以美国为例，这是难以想象的，媒体不会就这么接受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他们会要求政治层面做出改变。下条评论，25年来70%的德国雇员的实际工资一直停滞不前或者不断下降，
而阿伦斯巴赫却在商业说客委托进行的调查中提出了这样的狗屁问题，所有轻商界的媒体也都刊登了这些狗屁，这就是最纯粹的游说。中产阶级滑坡等真正的经济问题根本没有触及。下一条评论，99.99%的受访者对经济学等等完全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媒体上一些危言耸听的文章，其中一些作者大谈去工业化，因此半数受访者对此有所预期。政策上现在应该对此做出反应吗？这一半人究竟会提出怎样的一揽子措施？还是只说得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吧？去年我们在天然气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德国媒体包括这里的《时代报》擅长做出最险恶的预测，天然气危机简直就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停电、限电、冬季寒冷的公寓。结果呢，什么都没发生，才下刹车吧。这些调查和报告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助长毫无意义、毫无根据的悲观情绪。下一条评论，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和自民党交替执政，对过去20年的所有趋势睡过了头。数字化等于未知领域，光伏产业送给了中国，电动汽车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这些政党的选民要求的是更大而不是更智能的汽车。现在交通灯成了罪魁祸首了吗？有时我对民主感到绝望。平均智商为100的大多数德国人不可能如此愚蠢和健忘。下一条评论，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德国能源价格最高，税率最高，养老金最低，管理成本最高，社会支出最高，医疗费用第2高。很多人都会算账，知道这些事实将导致崩溃。令人惊讶的是，总理却什么都不做。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应立即接替德国总理的位置。下一条评论，如果红绿灯政府一直执政到任期结束，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担忧正在慢慢增加。只过了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自己的国家就面目全非了。不能说我们没有努力，但是只专注于我们的末日，我再也看不到德国的未来了。下一条评论，朋友们，从一些德国网友的评论可以获得一些德国不为人知的真相。比如前面有位网友也说德国的退休金很低，我以前也说过，但竟然被有的网友扣帽子，说我故意抹黑德国。看来有些人由于对西方、对德国有过于美好的幻想，告知他们真相，他们绝不愿意接受。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心理。好，接下来这位读者叙说他在德国住院的亲身经历，我们来看看他的这条评论。我总觉得那些关于德国未来移民需求的预测最好。有趣的是，这些人总是忽略必要的基础设施、学校、医疗、住房等等，这些东西都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在医院待了4天，3天后终于有医生来查房了，但那是在我妻子在病房经理面前完全大吵一顿之后才发生的。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帖说，我们这的眼科医生也有问题，好像只剩下移民来的医生了，即使他会说德语，你也听不懂。我妻子在医院里也没好多少，听不懂医生的话，我妻子仔细聆听，然后才发表意见。总有一天我们得去养老院，也听不懂那里的工作人员的话，那还不如去国外看病算了。下条评论，在所有政党中，就你基民盟的经济能力值得信任。哪个政党推出的人选当了16年德国总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革全面积压，对俄罗斯的依赖和匆忙而昂贵的核淘汰，数字化的缺失，对联邦国防军的忽视，2015年难民潮的代价，默克尔的失误不胜枚举。默克尔无疑是战后时代最无能的总理，因为他的工作计划仅限于继续担任总理。然而他总是受到媒体的赞扬。哈贝克的供暖法是个败笔，对联邦政府的信誉造成了巨大损害。德国知识补充，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貌似大部分中国人觉得默克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德国总理，但至少德国网上的读者评论却完全相反，他们是非常鄙视默克尔的。看来这方面中德两国人们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
朋友们，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的读者评论。我们现在看看同一件事情，德国中间偏右媒体的读者评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超过500条评论，也不少了。我们也按关注度来翻译。第一条评论：一个民调只有14%的政党正在将国家引向毁灭，而一个前人民党的总理却在一旁冷眼旁观。德国知识说明，民调只有14%的政党在这里指德国绿党，也就是德国360度女外长空心菜的学妹所在的那个绿党。下一条评论：政界大量辍学者和按女性比例获得职位的人正在产生影响。下一条评论：尽管如此，绿党和红党社民党的政策仍有相当多的支持者。社会弱势群体投票给那些经常发放福利的政党，这是可以理解的。增加公民福利金等，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钱必须得先挣来呀。因此，他们不会把票投给自己需要的政党，而是投给推动再分配斗争的政党。我为曾有过一个伟大的德国而感到自豪。如今，这个国家只是昔日的影子。默克尔政府也难辞其咎，他为德国的衰落打开了大门。而红绿灯政府正在加速完成这一进程。下条评论：2021年选的，这就是你们得到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但选民还是把票投给了红绿两党。你们呀，活该！下条评论：我不同意啊，不是我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下降了，而是对18年来糟糕的政治和卖国行为的信心下降了。如果昂纳克还能看到这一天，他一定会对默克尔的政策和当前的交通灯政府感到欣喜若狂。即使是共产党，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毁掉一个国家。德国知识补充：昂纳克是德国统一前东德的第1号领导人。下一条评论：这位读者对报道中提到的对德国自己国家的信心急剧下降发表感慨。他说：我们怎么还能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呢？自2015年起，事实上德国已经不在。下一条评论：在默克尔政府执政的16年里，我们为这一崩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而现在崩溃的火箭已被点燃，以超音速加速，或者就像绿党选举海报上写的那样，绿党有用。下一条评论：总理不想大家把国家说成陷入危机，他没必要这样做，因为已经是危机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同样下降。我想知道一个人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拒绝面对现实。不过没关系，我决定不再做纳税人了。下一条评论：德国崩盘不再需要10到15年，现在已经如火如荼了，更可能是10到15个月。下一条评论：我们被健忘的欧拉夫、大学肄业生和非常奇怪的人物们统治着，还需要问吗？崩溃已经开始了。下一条评论：廉价能源是我们经济的核心，而我们自己却关闭了它。下一条评论：这不是信仰和信任的问题，德国的经济崩溃，尤其是去工业化，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交通灯政府和之前的大联合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后果。2015年的错误决定也正将德国拖入更深的深渊。好的，朋友们，今天就此结束。不管偏左还是偏右的读者，对德国的现状都一致不满，对未来都一样悲观。这届德国政府确实不得人心，但话又说回来，这不是德国选民自己选出来的吗？当初都知道德国外长零外交经验，大学文凭可能是造假的。他当时还是绿党推出的德国总理候选人呢，当时还是有大约15%的选票投给了绿党。现在德国选民在抱怨，在咒骂，不是自扇耳光吗？你们说是不是？